为了给 Mac 用户升级硬盘省钱啊，老张真的是操碎了心。上次给大家推荐了只要300块钱的 ASM2464的雷电硬盘盒，但是很多买了的小伙伴反映啊，这个2464芯片还是有不少问题的。比如说，在一部分雷电3的苹果英特尔处理器的机器上就不识别，还有不少的老伙计呢都反映啊，和部分硬盘配合的时候有时不时掉盘的情况。另外，这个超过50度的温度也吓退了不少的人。老伙计们呢，在评论区里不止一次让老张测试传说中英特尔雷电认证过的硬盘盒。于是，阿卡西斯 TBU 405 Pro M1我搞来了。阿卡西斯到现在啊，还是没有推出 ASM 2464的廉价硬盘盒。这个 TBU 405系列啊，一共有4款，都是英特尔7440高端雷电的芯片，型号呢分别有 TBU 405 Air， 这个呢是单的7440芯片的版本，所以只支持雷电3和雷电4的协议，不支持传统电脑的 USB 协议，狗东价格555块。TBU 405和 TBU 405 M1这2个参数都是一模一样的。M1的后缀意思呢就是全免工具拆装，这俩一样都是7440雷电芯片加螃蟹9210 USB 芯片，所以既能通过雷电标准的认证，也能够支持所有的 USB 设备的兼容，包括 USB 3.2的20GB 版本、10GB 版本和5GB 等等等等，兼容性理论上比 ASM 2464芯片要好很多。而今天老张买的这块啊，是 TBU 405系列的顶配，免工具拆卸，同时内置涡轮风扇，应该是配置到顶的版本了，实际成交价格719块。直接给大家打开看看内部配件啊，这包装啥的可比嘉翼强多了。硬盘盒本体挺大个，铝合金 CNC 的，做工很好。这里有一个风扇开关，雷电40Gbps 的接口。这里是散热风扇，背面呢还有4个垫脚。这个是附送的雷电4的线啊，20厘米左右的长度。这是散热硅胶垫，还有固定的硅胶螺丝。这是阿卡西斯啊，这是麦沃，这是 ITGZ， 这个呢是嘉翼。整体来说，尺寸和麦沃差不多。免工具拆卸很方便，这么一掰，哎就开了。这次的测试呢，还是用一样的 SSD 啊，光威 E 系列 PCIe 4.0 版本2TB 容量。这是免工具固定的硅胶固定螺丝，非常好。它送了2个散热的硅胶垫，一张薄，一张厚，方便咱们选一个适合自己 SSD 厚度的版本，方便和盖板贴合紧密。我用的呢是这个厚的，覆盖非常好，安装极其简单啊，搞定。哎，这么一插就 OK 了。我测试用的还是 Mac mini M2 的乞丐版，咱们先看一下识别的情况，依次识别成功，识别的型号也都对了，严谨。连接模式雷电3，满速40Gbps， 磁盘呢也直接识别成 PCIe 外置物理硬盘，2TB 都正常。咱们直接开始测试啊，稳的一批啊！测速几乎一直稳定在写入2350兆币每秒，读取2800兆币每秒，没有任何掉速掉盘的情况。这确实要比 ASM 2464的廉价盒子稳不少。我放张图给大家对比一下啊，这是阿卡西斯对比2464，我认为做的比较好的麦沃的一个测试成绩图。麦沃的读取和写入都在3000兆币每秒左右。单纯从性能角度，要比阿卡西斯要强哦。但是啊，重点来了，同是高强度读写测试10分钟后的温度测试，这个是麦沃，这是嘉翼，这是 ITGZ， 这3个呢都是 ASM 2464的芯片。这发热啊，完全摸不得啊！但你看这个阿卡西斯，风扇面峰值32.6度，我翻过来给伙计们看看反面啊。峰值最高34.5度，这简直啊秒杀任何一块 SM2464的盒子。你看我随便摸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卡西斯在测试中读写稳定性都极强啊！真是不测试不知道英特尔芯片的好啊！
感谢老伙计们在评论中让老张测英特尔芯片的雷电盒子。最后啊，给大家测一下大家关注的 iPhone 15手机的连接情况。当然了啊 ，iPhone 能用 ，iPad 理论上也能用。麦沃识别不出来啊，阿卡西斯直接就识别出我的2T 硬盘了。总结一下，兼容性、稳定性，英特尔7440芯片更强，阿卡西斯牛的啊。论单纯的性能还有价格，那 ASM2464更强。但是啊，特别提醒一下 iPad 和 iPhone 的用户，如果你要选一个雷电的盒子啊，请务必选择英特尔雷电加螃蟹 USB 双芯片的版本，这个钱你省不了。